为了妻儿能够活下去，男人竟然在自己的身体里种植粮食。在张毅的注视下，李健露出了自己那条表皮下种满种子的手。他忽然握紧了自己的拳头，开始发力。张毅注意到他的眉心出现了一抹白色的亮光，下一刻，李健的手臂下面就开始躁动起来，仿佛有数百只虫子在那里疯狂的挣扎，想要从皮肤里面钻出来。噗！皮肤忽然裂开一条口子，一根麦苗沾染着鲜血长了出来，翠绿无比。可是身上的血色却显得格外诡异。随之而来的是第2根、第3根、第4根，而随着种子被催发，李健的脸色也是愈发的苍白。够了，我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张毅阻止了他，没有让他继续展示能力，这种能力是要命的。简单来说就是现身，用自己的血肉来浇灌植物。如果让张毅给这个能力评级，绝对是很低级的异能，因为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，而且效果只能算一般。李健大口喘着气，然后把葛教授喊了进来，让他帮忙把这些粮苗给取出来，移植到培养皿中。那就这么说吧，我走了。张毅对这里已经失去了兴趣，转身离开了培育室。李健虚弱地瘫倒在地上，此时才发现后背都已经湿透了。对张毅而言，这只是一次好奇之下的参观，可是对李健，对于整个18洞的人而言，他们都在地狱的边缘游走了一番。只要张毅稍微动一下念头，他们全都会死在这里。张毅回到了安全屋，陈希年的电话就打了过来。张毅，一天时间已经过去了，你的答案是什么？张毅轻蔑一笑，我的答案没有变过。想让我臣服？不可能。陈希年的脸色非常难看。好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，那就等着跟你那栋庇护所一块毁灭吧。说完之后，陈希年这一次也懒得废话了，直接结束了通话。张毅的脸上表情非常平静，可是他心中却也明白，陈希年不打算再跟他谈，就意味着那所谓的导弹很大可能是真的。就这么着吧。张毅往沙发上面一躺，心里面倒是非常光棍。庇护所放弃了也就放弃了，反正人活着就行。他手里面有人有物资，天下之大哪里不可去的。不过就在他打算放弃庇护所的时候，他收到了梁月的消息。你让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做完了，接下来希望你能够遵守你的承诺，帮助我们逃离这个地方。张毅看了一眼手机，猛地从沙发上坐了起来。成功了。原本他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给了梁月一枚木马芯片，事实上也没有对他能成功抱太大希望。可是没想到他真的做到了，不愧是曾经特殊部门的保镖。张毅二话不说，直接来到陆可然和杨欣欣的房间，伸手就把门给推开了。欣欣，好消息，咱们的计划成了。见到突然闯入的张毅，两个女孩有些惊讶，不过听到张毅说的话，二人顿时明白了他为何如此激动。杨欣欣眼睛里满是兴奋之色，作为一个世界顶级的天才黑客，能够黑入一个安全级别相当高的庇护所，对他而言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。好，我马上开始工作。他控制着轮椅来到床边的工作台，控制中心的电脑已经被张毅拆下来，带到了这里。杨欣欣双手如同弹钢琴一样，迅速地操作着电脑屏幕上五花八门的字符。张毅也不看懂，他就站在杨欣欣的身后，等着他的操作。没过多久之后，杨欣欣的双手停留在了键盘前面，他扬起雪白的脖颈，骄傲地对张毅说道：“哥哥，西山基地的网络已经被我彻底掌握了。”张毅颇有些惊讶，这么快？从头到尾不过10分钟，杨欣欣就把西山基地的网络系统变成了他的囊中之物。张毅有些不真实的感觉，因为幸福来的实在是太突然了。杨欣欣轻哼了一声，如果不是因为他们使用了独立网络，而是接入公共网络的话，我早就突破他们的安全防护系统了。我需要的只是一把打开那扇门的钥匙。单就技术层面而言，他们那些技术员拿什么跟我比？要知道，他可是有能力在灰宫官网插旗的黑客。张毅一手扶着他的轮椅，一边看向电脑屏幕。我们的入侵会被发现吗？而且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他们网络里面所有的信息？张毅的脑袋下意识地靠近了杨欣欣，这让杨欣欣的脸色微红，低头说道：“现在我掌握了西山基地网络的最高控制权限，等于是用上帝视角俯视他们，他们的一切操作都会被我们观察到，但是他们却无法发现我们的存在。”张毅的脸上笑容愈发的深邃了起来。太好了，这下子我们就能知道他们所有的老底。他伸手一指屏幕，快把所有关于导弹发射的情报调取出来，我要看看他们到底是不是在唬人的。张毅如今最关心的还是这件事情。杨欣欣10根葱白灵巧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，很快就把张毅想要得到的情报都调取了出来。根据对西山基地的调查，他们并没有调动导弹的权限。杨欣欣说道。张毅的心里面稍微松了一口气，不过很快他又询问道：“那他们有没有可能请求外援呢？比如说从其他大军区申请调动？”杨欣欣立刻开始检索西山基地对外的通讯记录，经过层层检索，果然让他找到了一些关键性的通话。通话记录来自西山基地的领袖陈希年，而通话的对象则是在天海市数百公里之外的精灵。老朱，我想请你帮个忙，帮我用导弹攻击天海市的一个单位。老陈，你可要想好了，我欠你的人情只能够用一次。我知道这件事情我能做出判断，回头我会让下面的部门将坐标发给你们。时间的话，就定在明天晚上12点好了。哈哈哈，没问题。张毅听完这段对话之后，心中也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。精灵那里驻扎着华国6大军区之一的江南大区，他们的手中可是掌握着极其强大的武装力量，完全不是天海市这些势力可比的。张毅急忙对杨欣欣说道：“快看看他们有没有把庇护所的坐标发过去。”杨欣欣没有说话，他一脸严肃，手上的动作非常迅速。
很快，他的脸上就露出了笑容。哥哥，真是好运气，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发送坐标呢。末世来临之后，由于大部分基站被毁，实际上普通人和单位都无法掌握精准的坐标系统。但是国家重要的单位却不在此例当中，比如说几大军区就有直接动用星云系统，利用军用卫星实施定位。当然了，西山基地是没有这种权限的，这是一种高层对地方的制衡。所以西山基地想要获得张毅那座庇护所的精准目标，还需要经过多次的核对。再加上西山基地本质上仍然以机关单位的运作方式为主，流程冗杂，效率低下，以至于如今流程还卡在陈锡年的秘书葛柔这边。张毅心中松了一口气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杨欣欣望向他，忽然露出一个小恶魔般的笑容。哥哥，我们要不要玩一个有趣的游戏？有趣的游戏。张毅眨了眨眼睛，当他看到杨欣欣露出这种笑容的时候，就知道有人要倒霉了。别看他双腿瘫痪，但是大脑的灵活程度是普通人10倍都不止。在庇护所里，除了张毅，其他人都被他玩得团团转。杨欣欣眯起眼睛，温和地笑道：“干脆我们把导弹袭击的坐标改成西山基地吧，让他们自己炸自己，这多有意思啊！”听到杨欣欣的提议之后，张毅的心跳都加快了几个节拍。可以做到吗？如果我们自行修改坐标的话，会不会被他们发现？张毅觉得信息部的人还不至于蠢到连自己家的坐标都认不出来。杨欣欣回答道：“重要的不是他们发送的坐标是什么，而是对方接收到的坐标是什么。我可以屏蔽他们发送的消息，然后以他们的计算机发送西山基地的坐标。”张毅挺直了身体，长长呼出一口气，那简直是太棒了！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还有比这种感觉更爽的吗？可是西山基地没有那么容易被摧毁吧？张毅摸着下巴自言自语道。想到这里，他把陆可然给喊过来。虽然陆可然是机械工程领域的达人，但是物理学方面的知识肯定也是非常丰富的。可然，你来帮我分析一下，以西山基地的构造来看，能否承受得住大当量导弹的攻击？陆可然闻言立刻凑了过来。杨欣欣调出了整座基地的结构图，看完之后，陆可然都不禁皱起了眉头。大哥，我说一句实话，这座避难所的构造非常坚固，并且深埋于地下100多米。别说导弹了，即便是核打击，只要不是在核爆中心都能够抵御。如果是专门为了对付地下工事的钻地弹，可能会造成很大影响，但是一发就将其破坏的话就很不实际了。陆可然摊了摊手，毕竟这种防御工事本身就是为了战争时期而准备的，可没有那么容易被毁掉。张毅皱起眉头，他开始思索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不过一时间，张毅自己也拿不定主意。他对杨欣欣说道：“欣欣，就按照你说的，更改他们的坐标，不管如何，让那发原定射向庇护所的导弹射向西山基地，这是肯定没有问题的。另外，帮我整理一下西山基地的资料。”张毅双手插兜，他此时脑子里所想的就是要不要趁这个机会把西山基地给彻底灭了。这是一个非常疯狂的计划，看上去并不符合张毅一贯的做事风格，但是这却是张毅经过认真思考，认为确实有可能性，并且有必要去做的事情。如果不是逼不得已，张毅不希望与任何人发生冲突，他只想自己带着几个漂亮可爱的女人，在庇护所里面一直生活下去。可是他与西山基地之间的仇恨已经达到了无法化解的地步。就算是这一次，他侥幸避开了西山基地的导弹攻击，但是谁能够保证没有下一次？陈锡年曾经是天海市的高级官员，在整个华国都有广阔的人脉。这一次他可以从江南大区调动导弹来攻击庇护所，那么下一次呢？下一次又会是什么？张毅要么选择放弃庇护所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要么就只能选择把西山基地给灭掉，来获得长久的安稳。可是这两种选择都有很大的风险性。第一条路，像云雀庄园那种级别的庇护所，放眼全国都是很难找到第二座的。毕竟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华国还没有兴起大规模建造高级庇护所的风潮。像云雀庄园101这种既具备了完美的防御系统，又有舒适的生存空间的庇护所，张毅更是没有听说过第二座。但凡有的话，也早就被其他超级势力给占据了。所以张毅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庇护所。可是第二条路就需要直接去面对西山基地，而进攻并不是张毅擅长的，机会就只有一次。欣欣，我要看一看西山基地如今的武力配置，他们的兵力、武器配备，我都需要了解。还有一点非常关键，就是艺人的能力情报。杨欣欣闻言，目露惊讶之色。哥哥，你难道想要进攻西山基地？张毅看了他一眼，平静地说道：“如果能够有足够高的成功把握，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？我们要更改双方的位置，不能一直当猎物，而是要去做猎人。”张毅笑道：“当然，我得先看看他们的实力到底如何。要是我们跟他们的实力差距比较大，这个想法你只当做是个笑话就好。”杨欣欣忽然掩嘴扑哧一笑，这个样子才是我熟悉的张毅哥哥吗？很快，杨欣欣就调出了西山基地目前的兵力配置和武器装备配置图表。当前阶段，西山基地具有普通士兵512名，这些士兵都是服正常兵役，兵龄在3年到10年之间不等，有比较良好的战斗素养，精通于多种兵器的使用，并且具备一定的近身格斗技巧。这部分士兵主要的作用是应对普通人，对于强大的战斗型艺人基本构不成伤害。而最核心的战斗力量，也就是 S 特战队，俗称老鹅的成员，则是有64名。这里的名单已经去掉了被张毅消灭的50余人，而特战队的成员就是真正的精锐了。他们要么是特种兵，要么就是某些特殊兵种的精英，拥有在某一领域过硬的技能。
除此之外，真正战斗力的巅峰就是异人队长以及一部分变异成功的改造人。在这里，张毅查看了一下二者的分别。西山基地的异人数量不少，根据数据显示，不包括梁月的话，现存的还有6人，而其中有一部分的异人是先天觉醒，也有一部分都是通过后天的刺激帮助他们觉醒的异能。至于那些没有成功觉醒异能的战士，则是通过另外一种方式让他们获得超凡的力量——变异细胞的植入。根据资料显示，他们移植的是属于特战队大队长林峰的细胞，少部分移植成功的战士存活了下来，这也导致他们所拥有的异能具备高度的相似性，并且由于是后天植入变异细胞导致的变异，他们的成长性几乎为0，并且会对身体造成终生无法修复的损伤。西山基地现存改造人13名，他们的战斗力在战斗型异人之下，却远超过普通的精英战士。这部分人虽然会有一点点麻烦，但也不会成为真正的麻烦。张毅浏览完他们的资料之后，很快就看向了他最关心的那一部分。西山基地的队长级异人的资料：林峰，强化系，能力代号超人，可以全面提升身体各项机能，拥有10数倍于正常人类的战斗素养。方尊，放出系，能力代号火人，可以从身体释放出高温火焰。郑雪荣，控制系，能力代号冰封，可以制造出坚固的冰块用于战斗。许明杰，兽人系，能力代号毒兽，可以变身成为巨大化怪人，力量大幅增强，体液具有极高腐蚀性。史大勇，兽人系，能力代号冰霜巨猿，可以变身成为巨大化冰霜巨猿，肉身体力量大幅增强，具备耐寒属性。叶荣华，精神系，能力代号蚁巫，代号具备欺骗性，隐瞒其真实能力深度催眠，可通过脑电波催眠他人，完成死亡模拟，甚至让对方脑死亡。通过目光接触，能力效果可以达到最佳。看完了西山基地的异人情报，张毅不禁抱着胳膊陷入了沉思当中。如果想要对西山基地发动袭击，那么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。天时是导弹袭击西山基地造成混乱的时间点，地利是他对西山基地的构造有了全面的了解，靠着这个，他们可以利用炸药摧毁西山基地的各种重要设施，杀死里面的所有人。而人和就是让梁月配合他，里应外合制造混乱。张毅拿出手机给梁月发过去消息：谢谢你帮我们解决了一个麻烦，我将兑现承诺，帮助你们离开，请于明天晚上12点之前躲在足够安全的地方，届时自然有机会让你们逃走，我们会在外面接应，请你们尽快逃出来。你会带人来接应我们吗？太好了，我一定准时过去。不过你有什么计划可以告诉我，方便我和你打配合。张毅可以感觉到梁月的激动。张毅说道：西山基地的网络已经被我们控制住，你不需要担心通信安全问题。总之明天晚上12点西山基地会有变动，具体情况你到时候就明白了。至于到时候需要你做什么，我们会通知你。详细的作战方案张毅没有告诉梁月。梁月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，如果他得知张毅打算炸毁西山基地，未必会同意，毕竟那样做也就意味着西山基地里面的数千号人都要死，所以出于安全起见，张毅不打算把计划和盘托出。梁月只好说道：那好吧，我们会在12点之前找个安全的位置藏好，然后等着你们过来会合。那就这么定了。张毅说完收起手机，走进杨欣欣的屋子里，跟徐胖子与尤大叔商议之后的作战计划去。